我养着男友考了3年的研，不知道他早已出轨。他上岸后飞黄腾达，却把我逼上死路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回到了4年前。男友正在发火，不想继续考研。我只是淡淡的回复了一个“好”，分手。这回他又不乐意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就是觉得这道题选 B， 你讲的有问题。男友陈远把笔甩出老远，对我怒目圆睁。我不由得一愣，看到试卷上的年份，确定自己真的已经回到4年前后，抽走了陈远的试卷。你觉得选 B 就 B 吧，要是不喜欢英语，也可以不写了。这下轮到陈远吃惊了，但我没有理他，起身出了房间。上辈子我为了陈远，抛弃了更好学府向我抛来的橄榄枝，留在了一所当地的普通大学任职。因为这所学校分配教职工住房，还可以带家属。陈远的工作一向不稳定，每做了几个月就抱怨公司不行，选择辞职。他居无定所，我让他以我未婚夫的名义住了进去。我辅导陈远考研3次，养了他3年，就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前途。到最后，他成功上岸，还给我戴上了绿帽子。我早就受够你了，天天逼着我学习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林梦比你温柔多了。林梦就是陈远的情人，陈远还在备考期间，2人就已经勾搭上了。想到这，我又扫视了一眼家里被陈远堆放凌乱的衣物，决定要立马分手。陈远这时候走了出来，问我怎么不继续教他了。反正你也不听我的，我没必要继续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对了，我们分手吧，明天你就从我这搬出去。陈远原本还想打趣的神色正了正，随即黑着脸丢下一句神经病，转身进了卧室。他肯定以为我在说气话威胁他。第2天一早，陈远就起床收拾书包出门了。陈远说他在家里看书没氛围，学不进，报了自修室。算起来应该就是从认识林梦开始的。林梦是个家庭主妇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，2个人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，一来二去就互生情愫。用陈远上辈子的话来说，他俩属于相见恨晚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。一个没有老公的温存，一个被女友天天管着。说起来也好笑，陈远以前一说学习就头疼，天天睡到中午都起不来。自从有了林梦后，天一放亮就想着往外跑。这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呀！我和陈远认识12年，相恋8年。他本科毕业后到处找工作，我一边读研一边做家教接济他。等我博士快毕业了，陈远的银行卡依旧空空如也。他买不起房，又面临中年失业，因为学历问题被很多家公司拒之门外。我索性让他在家备考，还想着等我工作几年，贷款买房成婚。没想到最后败给了一个天降。我不由得自嘲笑起来。既然他不愿意收拾行李，那我就替他丢东西吧。清理了半天，我才发现上到电脑下到衣服裤子剃须刀这些，居然都是我给他买的。好一个软饭硬吃啊！陈远鬼混到晚饭点才回来。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没钱在外面消费那么多。结果发现门被换了锁。孟之晚，门锁怎么换了？你在哪里？我现在进不去。电话那头是陈远怒气冲冲的声音。我正和同事在外面看电影，只是轻飘飘丢下了一句：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自然不会让你继续住下去。随后我选择关机，在外面玩到深夜才回家。
上一世，我为了让陈远好好学习，每天一放学就回家准备晚餐，然后再辅导陈远。我是英语专业的老师，出国深造过，陈远在大学4级都没有过，可他刚愎自用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对我指出的每一个错误都要反驳。想想之前的生活，还真是一地鸡毛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，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精力。来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陈远坐在楼梯间正打瞌睡。我本想小心避开他，动静却还是把他吵醒了。见我，他有些生气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在这又饿又冷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俩已经分手了，我的生活跟你没任何关系。”陈远皱着眉头，好像在思考我的话。你又在抽什么风？陈远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也不会觉得我会真的和他分手。在国外的时候，因为时差问题，我俩经常吵架，吵到最后说要分手。后来我连夜买了飞机票回来，提着他最喜欢的游戏机求和。我真想给那时候的恋爱脑自己2大嘴巴子。我仔细考虑过了，和你在一起看不到未来，所以麻烦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我。陈远像是被人打了一拳，半晌才点头道：“好啊，我就知道你嫌弃我穷，嫌弃我学历低，配不上你这个大学老师是吧？”面前的男人不上进，但很容易被打击自尊心，他的口头禅永远都是这几句。以往我就会哄他，但这一次我没有。对呀，我就是看不起你，30好几的老男人，还在这吃软饭，要脸吗？陈远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从他摇摇欲坠的受伤表情可以看出，他是真受打击了。养你不如养个小白脸，起码别人还会哄我开心。你呢？除了让我生气一无是处。我扒开陈远去开门，陈远在我身后怒吼：“你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马上我就能考上研究生了，到时候我发表论文，学术界都会以我为荣。你别哭着来求我复合。等会，按照上一次的时间线来说，这次的研究生考试，陈远确实上岸了。然后他这30多年的霉运换来了一个快退休的顶级教授，带着他手把手搞科研，还自愿把理论成果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，让陈远收到了不少公司的橄榄枝。难不成现在的陈远也重生了？为了证实我猜想，我顿了顿，问他：“你这么垃圾的水平也能出论文？那你可就不知道了。到时候自然有高人带我，比你厉害多了。”陈远说起的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是对我的不屑。我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，既然他也重生了，那这一世可就有点精彩了。自以为手拿了重生剧本即将无敌的陈远，到最后却发现黄粱美梦一场，想想都很兴奋。我假意点点头，然后把陈远拒之门外。那你去找你的高人辅导吧，反正我是带不动你了。以后你就算学有所成，也和我没关系。我不想继续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那你先让我把衣服拿出来。我笑了，不好意思，你的东西我已经全部丢垃圾桶了。你现在去翻翻，说不定还能捡回来。哦，别用这种看仇人的眼神对我。那些东西本来就都是我买的，我没学网上写购物清单让你还钱就不错了。你要是继续赖在这，我可叫保安来了。明天全校就都会流传你被我赶出来的故事。陈远要脸面，到底还是灰溜溜的走了。也不知道他身上的钱够不够今晚住旅店。不过反正他还有林梦。我又恢复了单身的日子，逍遥自在。每天上完课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陈远和我彻底断了联系，他骨子里有一种传统的傲慢，被我这么一激，肯定不会再轻易找我。
同事都在问我最近怎么不回家给陈远补习，得知我恢复了单身，都很惋惜。8年的感情就这么放下了？不放下，难不成等着他带着小三来学校坏我名声，把我气死吗？我知道陈远是去了林梦家里，两人这时候指不定正在干嘛呢。但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，陈远又来找我了。婉婉，这么久了，你应该也消气了。我之前确实做得不对，我保证以后会认真刷题，努力考到好学校。你跟我复合吧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违心话，这次我都放下面子来求你了，你给我个台阶。陈远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倒是带着几分不情愿的。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，这几日他过得并不差。林梦的老公赚的钱都寄回了家，所以林梦的生活很滋润。陈远跟着他肯定是好的。我想不明白，他还来找我复合的意义在哪？难不成就这几天的功夫，林梦就对他厌倦了？求人也没有求人的样子，谁家求人空着手来的？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，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凭什么你说复合我就要听你的？我没好气地对了陈远，他揪着裤子在压抑怒气。算我考虑不周好吧，还有2个月就要考试了，你也不希望我在这个节骨眼掉链子吧？你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想想？我把沙县小吃的汤面泼在了陈远衣服上，替你着想了呀，大好的时光不好好去学习，还在这浪费时间，赶紧回去换衣服，然后刷题。店里的食客都看向了我这边，这倒是造成了陈远骂我的障碍。当初林梦往我身上泼开水的时候，我也没看他这么生气，果然刀不扎在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有多痛。我选择逃之夭夭，同事打来电话，让我明天聚餐。哦，难怪陈远会来找我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张教授是上一届陈远研究生导师。陈远之所以能成为他的学生，得益于这场饭局。本来这次聚餐也就是老带新，互相认识，刚好张教授做实验来晚了，分到了我们这桌。同事知道陈远在备考研究生，说把他也带上，说不定在场的某位老师就是他以后的导师，还能提前认识。结果在一桌文科生的饭局上，陈远和张教授相聊甚欢。事后张教授还加了陈远微信，鼓励他好好准备考试，到时候入学了，做他的学生。张教授确实对陈远起着很大的转折关系。陈远可以考出高分，也得益于张教授平时对他的辅导。有时候大半夜，张教授还在孜孜不倦地给他讲题目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次先断了他俩的联系，陈远该怎么应对？出人意料的，陈远居然厚着脸皮来了饭局。他一下落座在我身边，听你同事说，你来参加学术界讨论了，我也来感受一下老师的氛围。同事是捏造的，陈远既然重生了，对这次饭局的时间地点肯定也很清楚。他又想故技重施，获取张教授的喜爱，成为他最后一名学生。抢到张教授做导师的资格是很难的，以陈远的成绩和本科学历，并不足以成功。如果没有张教授，陈远一个人是做不出项目研发的。上一世他本来就是实验室凑数的。张教授本着负责的原则，硬是带了陈远这个拖油瓶3年。这些我都是后面才知道的。我曾经还天真的以为陈远真的有那么厉害。德高望重的教授都在场，我没办法对陈远发脾气。张教授这时候来了，还和上一世一样，就剩了陈远身边的空位。陈远很热情地要去扶张教授，
眼看上一世的场景就要重现，我赶紧推开了陈远。李老师，你之前不是说想听我们在国外的故事吗？不然坐我们这桌来。刚好张教授还能和他之前的学生叙叙旧。陈远被我这一举动弄傻了，众人询问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这边。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，我也有些坐不住，我只能祈祷老天会帮自己一把。可惜李老师拒绝了，这次就先算了吧。我和其他老师还想讨论一下之后的活动安排，改天有机会我再来聊。闻言，陈远看我的眼色多了几分嘲讽。其他老师或许是想让我破镜重圆，反而都帮着陈远说话。孟老师，我们也想听听张教授的教学心得，就让他做这吧。对呀，刚好你男朋友不是要考张教授这个专业，还能让他俩多聊聊。没等我再解释，陈远已经扶着张教授落座了。久闻张教授的大名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好，一切又恢复到上一世的样子了。陈远凭借着他临时恶补的一些专业知识，再加上之前的记忆，把张教授哄得可开心了。他以为自己遇见了一个热爱学术的好苗子。我坐在旁边，好几次想插话进去，却都无从下口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远加上了张教授的微信，说有机会一定会来当他的学生。陈远被通过好友的瞬间，朝我勾起了不屑的笑容。看吧，没有你，我一样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你要是现在求我复合，还来得及，我可以念在咱俩多年的情分上，勉强同意。事后，陈远也不忘朝我嘚瑟。按照正常的发展，他确实离成功越来越近。我只能假装听不懂的样子。你舔着脸来前女友的饭局蹭饭，我还没嫌弃你给我丢人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之前和叫花子在一起，谁要和你复合？陈远发出来愤怒的报名声，但他暂时对我构不成实质性威胁。见我依旧是看不起的他样子，陈远彻底抓狂了。你有什么好神气的？现在你也就只会放嘴炮，等着瞧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你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就算你考上了研究生又怎么样？我有稳定工作，你呢？有什么？读出来一把年纪了，说不定都没有企业愿意要你。我目光灼灼，有意激起陈远的愤怒。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地步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是保证气势不能输。陈远是憋着火走的，以他的报复心，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在学校食堂再次见到了他。陈远打着是我家属的名号，在食堂吃了好几次霸王餐。这回食堂的大妈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跟他吵了起来。言语之间，陈远把锅全部甩在了我身上，说是我贪小便宜，让他直接来学校吃饭，连卡都不用刷。大妈的架势咄咄逼人，指责我作为一个老师违背道德，不能给学生树立好的榜样。餐厅里学生人来人往，都忍不住八卦。人群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学生，他们也注意到了我，目光交汇之际，又低头走了，随即是同伴间的窃窃私语。陈远戴着口罩，眼神闪烁出等着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我终于知道了，陈远只是害怕一个人丢脸，但他不介意带上我一起。在人多的场合，如果我要争辩，势必会被围观。食堂的工作人员不相信陈远和我没关系的话，因为学校管理相对严格，如果没有录制人脸，外部人员一般是进不来的。该死啊！当时忘记找管理处撤销陈远的人脸识别了。偏偏来吃饭的老师，没有一个是我们院系的。置身于喧闹的人群里，我孤立无援。如果我给陈远刷了卡，
那就代表默认了他还和我纠缠不清，到时候学校里关于我的八卦谣言会满天飞，而我不刷卡又会要纠缠很久。陈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这么点小事也闹成这样，在学校还成何体统？有老师站出来说话了，我实在没心情再继续耗下去，在陈远挑衅的目光注视下，替他刷了卡。食堂大妈还在喋喋不休地吐槽，哪里这么过分喽？吃顿饭连钱都不肯给，穿的人某狗样的，没想到是这种人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我连连道歉，陈远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望着我，让我产生了生理不适。他追着我出来，在耳边说：“怕了吗？这还只是开胃菜而已。”马上，我的谣言就流传在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大概是我之前最后一句话给了陈远灵感，他知道摧毁一名老师，只要让他在学校抬不起头就够了。陈远已经备考2年了，他有很多学校的校园群，他匿名在每一个群里都发我搞婚外恋的消息。小作文编辑的催人泪下，全文没有一句在指责我，相反，站在了陈远的苦情丈夫角度，只有对我的思念和不舍。我的课上，学生在底下疯狂传阅，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厌恶。出了这么大的瓜，老师给我们上课不尴尬吗？天哪，真没想到，我们老师居然是这样的人。我被塑造成一个追求名利、嫌弃陈远没用，为了前途而勾搭上有钱人，就连我的学历也被质疑是造假。尽管我的博士后毕业论文是完全可以查到的，但有了食堂那件事的风波，加之我和陈远分手的相对草率，这谣言反而多了几分可信度。就连同事圈里关于我的谣言八卦也快炸了，不知情的同事还来劝我，意思是我才工作没几年，不要惹这么多麻烦，而且10多年的感情也不能辜负了陈远。网上流传出了我和陈远恋爱细节 PPT， 整整几10页。他要是把做 PPT 的精力放在学习上，起码能多学一点专业知识。我粗略地扫了一眼，他对我的付出避而不谈，上面全是关于他给我买过的早餐，还有泡过的红糖水等廉价小事。陈远的纯爱战士人设算是立住了，我却快被网友的唾沫星子给喷死。这女的好恶心啊，居然还是大学老师，败坏社会风气，必须开除。谁说高学历的人一定人品好了？有些小仙女就要把我们男的当提款机，用完就丢。铺天盖地的谩骂席卷而来，校领导来找我谈话了。祸不单行，我不但被造谣，还被举报我不准学生使用电子产品，学生没办法好好学习。我想起来，有个男生对我的早八课经常迟到，人在课堂上，心思却在游戏里。当时他打游戏实在太过入迷，我收走了他的手机，然后那把顺风菊他挂机输了。下课后他是带着怒气来的，我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，事后也没了下文。后来我在课堂上宣布上课的时候尽量少用电子设备，但也没说过禁止。因为有些学生习惯了用平板看教材，有些内容需要手机拍照，还有签到这些。没想到现在突然变成了我强制性不准他们用手机。领导也有些为难，孟老师，我们是相信你的，但现在你的舆论发酵太大，还是先休假一段时间吧。其实早在上一世，被学生举报这件事就发生过。学校系统网的调查评分，我最低。理由也很简单，我是太多了。看到不认真听课的学生，我会管，下课了还要布置家庭作业，检查的时候还特别严格。或许是我自己一路走过来不容易，
总是害怕学生上了大学过于懒散，而以后没有好的前途，总想让他们能多学一点扎实的基础。但那个时候，我被造谣，没有证据自证，处在风口浪尖，所以学生对我的举报，也成了我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一世，好像一切都在重蹈覆辙，我什么都没改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对领导的话表示认可，然后拿到了休假批准。穿过校园的时候，我好像还能听见路上学生对我的指指点点。陈远发来幸灾乐祸的信息，哈哈哈，怎么样？你的稳定工作要没了？我就不一样了，张教授很喜欢我，到时候我考进去，直接成为他的学生，你指不定还要来给我打工。休假了一段时间，我自动提出离职申请，这些陈远都知道。上一世这些全部拜他所赐，现在他把一切都提前了。言语之间，陈远已经彻底飘了，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也对，他都重生了，肯定会更加目中无人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我也有剧本加持。我和警方赶到林梦家里的时候，屋子里已经一团糟了。陈远能够不要脸地造谣我，那我必然得让大家亲眼看看实情。我打了电话给林梦的老公徐胜。任何一个听到自己老婆出轨的男人，相信都会暴怒。徐胜赶回来的时候，林梦和陈远正在欢度美好时光。房子里摆放了一堆用品，垃圾桶里还有用过的雨伞。花着自己辛苦打工赚来的钱养别的男人，徐胜已经丧失了理智。上一世的时候，徐胜把陈远给捅了好几刀，抢救无效，死了。徐胜也因此被关进监狱。好在这次警方赶到得及时，陈远在地上被打得半死，林梦缩在角落不知所措。陈远被抬上了救护车，但他理亏，也没办法追究徐胜的责任，只能自行承担医疗费。网上再一次炸开了锅，一开始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件事还会有这么大的反转。我靠，男的吃软饭还这么理直气壮？不是吧，30多岁的人了，居然同时靠2个女人养，怎么有脸发小作文的？我就在这等着，今年哪个学校敢收了他当研究生，我第一个开骂。大家在吃瓜的同时，还没忘骂陈远和林梦这对情人。一些开喷的 ID 和之前骂我的还是同一个，倒是平添出了几分讽刺。听说徐胜和林梦正在为离婚的事疯狂吵架，林梦想找陈远出面解决，陈远却当起了缩头乌龟。他悄悄找到我，孟之婉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他的后半句没有说完，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陈远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问出口。我盯着陈远那种的像猪头一样的脑袋，笑，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不是？陈远再蠢，经历这么多，他也能猜到我重生了。他自以为一切障碍都已经扫清，却忽略了我这个变数。与其一开始就揭发陈远出轨，不如等到舆论发酵再来一个大反转。当网友发现自己被当猴耍以后，热度自然就上来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猛料，张教授再怎么不会冲浪，也能看到陈远的虚伪面目。网友甚至把陈远本科阶段的考试作弊都扒了出来。本来出轨是不影响陈远考研的，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张教授不可能再接受陈远当他学生。我一次次激怒陈远，就是想让他提前对我进行报复。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，却不知是他自己入了我的局。这种后知后觉被人看热闹的滋味，一定不好受吧？他以为用舆论可以拖垮我，最后反而自己被舆论击垮。陈远曾以为马上到手的荣华富贵全飞了，他快要失控了。孟之婉，
你故意报复是不是？你到底和张教授说了什么？他把我都拉黑了，这结果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有些时候我真是觉得心寒，认识了12年的男人，居然需要重来一世才看清他的恶心面目。这哪需要我从中作梗？就陈远的这实力，完全不够格当张教授的学生。他好像忘了，如果没有我，他哪里能认识到张教授？我报复你，这些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你什么水平能做张教授学生？你以为我还会给你机会去盗取他的成果吗？本来那个项目有你没你都一样。陈远对我咬牙切齿，你等着，我要让你看看，不管是哪一世，我都永远比你强。我没出声，算是默认了陈远的说辞，他确实比我强，他不要脸的自大程度，是我永远比不上的。关于我的谣言已经彻底洗清了。令我感动的是，我的很多学生都在帮我顶热度，说我是个好老师，想让我回来。孟老师平时对我们很好的，虽然很严格，但是每件事都尽心尽责，课程内容也讲得很好。是那个男的造谣，污蔑我们老师，能不能不要换老师？我们不想孟老师走，我实名支持孟老师回学校，希望学校别让莘莘学子寒心。领导说会针对这次事件做出全面公关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。还没进教室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争论。是班长的声音：你敢做不敢当是吧？自己犯的错误，凭什么让老师给你买单？旁边传来了附和声：就是啊，都是成年人了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我推门进去，刚还围在一群的学生立马散了，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前排一个男生身上。不用想，我也知道他是主人公。男生看了我一眼，是羞愧和慌张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上课。这节课上的倒有几分说不出的怪异。下课铃刚响，男生就起了身：孟老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去举报你。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小作文和视频，都觉得你不用多说，我也知道了后话。学生看不惯我的行为，刚好男生用这件事为跳板，去举报了我。老师，我自愿受罚，我可以去网上发布澄清的帖子。我当不知道吧？就这么一点小事，没什么好继续的议论。相信你们以后也会好好学习，合理使用电子产品。男生很诧异地看向我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。我倒是不希望学生被卷入这件事，网络这种是非之地，肯定会惹上无辜的谩骂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希望我留下来，那有一点还是要说清楚，以后我还是会很严格的。之前的事就彻底翻篇，谁举报我的都无所谓，以后大家还有其他的不满，也可以直接提出来，我看着改，争取在你们毕业前留下一个温柔的形象。还有网络的使用，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合理对待一些信息，不要跟风去当键盘侠。用了大半节课的时间，我把自己心中一些所想的东西分享给了学生，学生也都纷纷踊跃发言。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反倒因为这件事拉近了不少。但陈远那边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氛围了。林梦和徐胜离婚以后，也被赶出了家门。陈远彻底没了住处，整天入不敷出。他本以为可以像上一世一样，靠着造谣搞垮我，然后趁机过来找我复合。我让他的如意算盘打错后，他最终选择了向现实低头，求我。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全盘否定他呀。我承认我确实有些事情对不起你，但是那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不想失去你。我马上就要考研了，你之前对我付出了这么多精力，也不希望我这一次失败吧。我们两个可以重归于好，
然后像上一世一样，等我考上研究生，再找到好工作，我们俩好好生活。陈远的黑眼圈很明显，平时最爱干净的一个人，现在胡子拉碴的。可惜，他就算到现在都不会觉得自己错了，还能有脸说出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。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考得上研究生呢？德不配位，你不可能成功的。陈远有些气急，我肯定可以考得上研究生，你先给我一笔钱，就当对我的投资，到时候我能给你更多。我选择了继续激怒陈远，我的钱从来不会浪费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身上，你不配，你不如继续和林梦过下去，现在也就他能愿意要你。说着，林梦就出现了。林梦也来找过我一次，陈远之前一直躲着他，林梦气不过，把他建立的不良群聊发给了我看。我其实知道陈远有这种东西，他们男人在里面肆意讨论女人，就连林梦也是这样和陈远认识的，不得不说，两人还挺般配。我一直苦于没有群聊记录，这回也全都到手了。作为报酬，等到陈远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会通知林梦。我信誓旦旦地跟林梦说，陈远是块好苗子，绝对可以考上研究生。你就辛苦这2个月去打工养活他，等他上岸了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林梦信了，毕竟这是陈远的第3次考研，再不上岸也说不过去。身后传来了林梦和陈远的争吵声，我没有回头，他们俩怎么收场，和我没关系了。反正陈远没有再来找过我，林梦应该在养他。再次听到陈远的消息，是考研结束后，他很得瑟地给我发来消息，今年我就是那个最高分，你到时候可别后悔。我没有当一回事，陈远众生后对考试题目有记忆，能考出高分也正常。只不过这些本来都不是他的真实水平，他居然还可以这么厚脸皮的来炫耀。成绩出来后，他却实在高分榜。陈远很牛的去联系张教授，要当他的学生，还口出狂言，一定会让教授的科研成果更上一层楼。当然是被拒绝了。我可不敢收一个道德败坏的学生，免得将来退休了还要被嚼舌根。陈远对专业课本身就了解不深，换成了别的老师面试，和上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。面试的成绩很糟糕，再加上他的风评在我们学校很差，被刷掉了。陈远又指责是我暗箱操作，故意把他给刷下去，扬言要举报我的行为。我没有和他争辩，他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，因为他只能忙着去调剂。听说经历了千辛万苦，他终于被一所偏远学校录取了。我马上报出了陈远的群聊记录，又向那群学校进行了举报。最后院方给出答复，学生品德不合格，你录取取消了。这一回，陈远期待这么久的上岸，彻底没希望了。这种已经到手的胜利却又被驳回，想想都很令人崩溃。陈远想找我发疯，但我已经把他的全部联系方式拉黑了，学校他也进不来。再后来，林梦彻底跟他翻脸了。本来林梦也是想陈远考上研究生，然后带他一起幸福生活，结果这下幻想全破灭了。回归现实，陈远就是那个只会说大话画饼的普通人。他还想借助舆论的力量对学校施压，结果反被网友的键盘给喷死了。警方把陈远带走了，他涉嫌线上组织卖淫活动，被判了好几年。林梦还在找律师，想要让陈远先把这些年用的钱还回来，自然是很悬。我的学生上课也更加认真了，全班的绩点都很好，顺利进入大4，有了好的实习。有学生在工作的时候见到了林梦，
在路边摆摊，因为1块钱和徐胜吵了起来。他当初为了养陈远，还去做了贷款，这下债务只会利滚利越来越多。学校公关做得不错，陈远这么一闹，反而让知名度上去了。今年入学的新生有不少来自名校，张教授也带了一个满意的学生，认真刻苦，相信那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更好。我也攒够了一点小钱，趁着假期出去看风景，洗涤心灵，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